喂，陆远先生，您名下公司贷款已逾期，本金加利息共计300万，请尽快处理。什么300万？你打错了吧？陆总，我是供应商老王啊，那批货的钱什么时候结？王哥，货款不是我兄弟周鹏在管吗？周鹏，他把公司卖了，人跑了，现在我找谁去？什么？周鹏，你给我解释清楚，公司什么时候卖了？欠款又是怎么回事？哟，陆总消息挺灵通嘛。周鹏，你把公司卖了，卷走货款，债务全给我头上，你可真够狠啊！陆远，电商是我的主意，货源是我找的，你除了每天拦着不让我进货，你还干过什么？周鹏，我拦着你是那批货有质量问题，你听不懂人话吗？我听不懂。陆远，做生意就是撑死胆大的，你这种畏手畏脚的人，活该被我踩在脚下。周鹏，把你当兄弟，你给我留了300万的债。兄弟，陆远，你自己签的担保合同，白纸黑字儿，我劝你现在回去想想怎么还钱，别在这儿丢人。陆远，你自己撞的，不关我事儿。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小子，看什么看？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你。别看我现在只是个卖59块钱限定款烂大跌货，2个月后老子系统升级，单价直接暴涨到1599块，身价翻个几十倍，直接化身数码理财神器，吓死你！哼！我好像能看见货值。陆远，你可算回来了。刚才那个叫豹哥的带人堵你门口，发现你不在，就把你家砸了。姓陆的，你可算接电话了，欠我的300万什么时候还？豹哥，你给我通融几天，我也才知道这件事。姓陆的，那就3天，别想着跑。陆远，怎么回事？你怎么欠了这么多钱？小米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到现在了，也就只有她关心我了。小米，我之前跟周鹏合伙做生意，他把钱卷跑了，债务全挂在我名下。给陆远，我直播卖货就攒了这些，800块，你别嫌少。小米，这钱我不能要，你自己也不容易，直播间刚有起色。陆远，都这时候了，你还跟我客气什么？从小你帮我多少回，现在轮到我帮你了。小米，可是这么点钱，也是杯水车薪。那是之前卖不出去的货，这些货物的信息货位像弹穿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居然真的有了异能！小米，我有办法了。你有什么办法了？真能在3天凑够300万？小米，你信我，这几天我就能把窟窿补上。明天我们先去一趟旧货市场。陆远，你认真的？当然了，小米，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好，我明天陪你去。周鹏，你卷钱跑路的时候，一定没想到老子开了天眼吧？陆远，你说来旧货市场淘宝贝，就这儿啊？这不全是破烂吗？小米，你跟着我就行了，看我淘个大货。白光、蓝光，这怎么全是些不值钱的旧货？哟，这不是陆总吗？怎么300万欠款还完了，还有闲心逛地摊呢？周鹏，你还有脸来？你卷钱跑路，
害得路远背一身债。哼，小米，你还跟着路远混呢？路远现在穷的连裤衩都不剩了吧？路远，我跟你说，就你那眼光，捡破烂都挑不到好的。我今天可是来给公司收库存的，正经买卖。你那屋里揣了几十块钱来捡便宜，真可怜呀！路远，咱不理他，走。材质 ABS 工程塑料，成本320日元，限量编号版，存世不足30个，最优变现价格10万。老板，这小孩玩具怎么办？10块，要了就拿走。这个我要了。路远，你是来搞笑的吧？买个破塑料玩具，就这你还想靠收获翻身？路远，10块钱买个小朋友的奥特曼，你要是能靠这个发财，我周鹏名字倒着写。小伙子，这个玩具我要了。小伙子，你手里这个能让我看看吗？没错，7年前万代发行的奥特曼限定纪念款，限量30个，编号都对得上，现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我找了3年啊！小伙子，10万块转让给我，行不行？成交。10万，路远，你才花了10块钱，真让你捡到好东西了。周鹏，名字打算从哪个字开始倒着写？周总，下回再碰见记得好好学学什么叫眼光。陆老板，听说你刚才捡了个大漏，10万块钱到手了。周鹏，你恶心不恶心？刚走就叫人来躲。苏小米，你别冲我嚷嚷，豹哥是来收账的，天经地义。陆远，10万块，先把利息结了，剩下的本金我再宽限你几年。豹哥，当初你给我3天时间凑够300万，今天才第1天，还有2天，你现在跟我要钱，是在打自己的脸。豹哥，你别听他扯，陆远兜里就10万，2天拿什么凑够300万？现在能拿多少是多少。周鹏，你这么着急，难不成是怕我真还上了，你那300万就没了说头？行，3天，后天晚上12点，300万，1分不能少，少1分，你知道后果。好，300万，到时候1分都不会少。300万，到时候1分都不会少。陆远，我长这么大没见过你这么能吹的，2天300万，你当你是印钞机呀？陆远，有点意思。行，后天我等你。陆远，你疯了！300万，2天！相信我，小米，明天我们去13号码头那儿，那边有大货。好。陆远，这个码头的集装箱都是远洋货轮遗留的，买家跑路的，没人认领的，每周拍卖1次，全盲拍，根本看不到里面装的什么。小米，要的就是盲拍，看哥大展身手吧。陆远，你疯了！有人靠这个发了财，也有人开出1箱烂水果当场赔光。相信我，小米。各位老板，安静！今天是本周13号码头拍卖日，一共7个集装箱。老规矩，盲拍，价高者得，一手交钱，一手开箱，概不退换。今天的第1个箱子来源大洋洲远洋货轮，上周到港后原货主弃单跑路，大家请看。天哪，这个箱子！这是名牌胶带封的箱子，这胶带1条就200多块，能用这种胶带封箱，里面能是次货？
你看看这漆水，这成色，我拍了3年盲箱，没见过这么漂亮。陆远，名牌胶带封的，这箱子货肯定很值钱吧？白色的光，这箱子不值钱。你说什么？我说这箱货不值钱。不值钱？陆远，你自己兜里就揣着10万块钱，看见别人拍好货就说不值钱，你这叫穷疯了！小兄弟，这里是码头盲拍，不是菜市场捡漏，没钱就在后面站着看。人名牌胶带封的箱子说不值钱，他妈的名牌胶带什么样都没见过。陆远，你那10万块钱能干啥？连起拍价都出不起，拍不起就别挡道。小米别着急，好戏在后头。各位老板安静，第一个箱子开始拍卖，起拍价3万、4万、5万、5万5、7万、 7万一次，7万2次，成交。第一个集装箱7万归这位周老板。各位，盲拍靠的是眼力，不是靠一张嘴。名牌胶带封的箱子7万拿下，今天谁赚谁赔，大家心里有数。看着吧，陆羽，我的眼光就是比你好。不可能！不可能！这箱子是空的。不可能！怎么会是空的？刚才那小兄弟说对了，这箱子真不值钱，7万块，买了个空箱子。陆远，你刚刚说这个箱子不值钱，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周鹏，我都说了这个箱子不值钱，是你自己非要拍的，能赖谁？这是紫光，看来这个箱子里面有货。主持人，我要这个箱子。陆老板，那个锈箱子上个月就摆在码头了，3轮流拍，里面不是空的就是废铁，我劝你最好不要买。陆远，看来你的眼光也不怎么样嘛，居然要买个破箱子！陆老板，这箱子流拍了3次，最低价格2000，你确定？我确定。付款吧。 2000块买个锈成这样的破烂，陆远，我看你还怎么翻身？各位看见了吧？这就是陆老板的眼光。7万拍名牌箱子是空的，好歹我认。但这穷鬼花2000买个锈的掉渣的流拍货，还觉得自己捡了宝。周鹏，你说完了？开箱。 我的天，那是铂金包！1、2、3， 6个爱马仕，3排劳力士，这一箱子都是大牌，少说300万。不可能，那明明是个锈箱子。陆远，凭什么你有这么好的运气？豹哥，陆远那小子在13号码头。 他手上有300万的货。陆远，听说你发财了。豹哥，你怎么来了？怎么，陆远，你有钱了，不打算还钱了？豹哥，这箱货值300万，刚好够还你的债。3天时间，我说到做到了。陆远，你倒痛快。 小子，不错，3天就凑够了这么多钱，有机会找我合作啊！豹哥，你就这么走了？周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子藏着什么心思。现在债还清了，就不要给我打电话了。我最看不起你这种背刺兄弟的人了。周鹏，你看什么看？谁能拿到好货，那是各凭本事的。陆远，
你给我等着！300万的货，还没捂热就没了。放心吧，小米，接下来我们都会赢回来的。这个箱子怎么什么都看不出来？第2个箱子起拍价3000。这个箱子看起来不一般，5000。陆勇这小子似乎有点东西，这个箱子他敢出5000。8000。1万。2万。陆老板，这箱子看起来就像外贸尾单的日用杂货，不值那么多。3万。4万。5万。6万。够了吧，陆远，这箱子真值那么多吗？小米，你信我，我有预感，这箱子比刚才那个还值钱。8万，还有没有人跟？8万1次，8万2次，8万3次，恭喜陆老板拿下！陆远，你花8万买了这么个破箱子，主办方我认识，他们刚检测了一下，里面就是一堆破娃娃。周鹏，值不值钱，那得要开箱看看。陆远，真的是一堆娃娃，真的是一堆娃娃。大家都看见没？8万块买一箱地摊货。这玩意儿批发市场论斤卖的。兄弟，你那双眼睛今天休假呀？我跟你们说，验货的时候检测员都看笑了，满箱子全是这玩意儿，连块铁都舍不得掺。陆远，这可怎么办？真的是我感觉错了，不可能。陆老板着急了，这是要把娃娃全倒出来，看看有没有漏掉的钢镚儿。陆远，别翻了！来，拍下来。8万块赌王现场拆盲盒，发现还是娃娃。这是什么？陆远，你找到什么了？这是金光。这么大一个娃娃箱，底下一只巴掌大的盒子。陆老板，你这一天拍了3次，总不至于连这也当宝贝吧？这金光比紫光还值钱。陆远，快打开看看！我的天哪，这是什么？这是古钱币。陆远，这值多少钱？玉秀均匀，字口如刀，是传世品，未流通过的。小米，崇宁通宝、大关通宝、宣和元宝，北宋的，价值500万。各位，今天的拍卖很精彩，剩下的明天开始拍卖，请大家准时到场。小米，我们走。老马，你不是说检测过吗？周老板，码头每天进几百个箱子，一件一件看，我就是有8只手也看不过来。姓陆的从我手里捡漏已经多少次了？10块的奥特曼，2000的绣箱，现在8万的娃娃箱又翻出500万。周老板，我尽力了。你尽力个屁！有了，陆远，我要让你再次被我踩在脚下。陆远，这里靠谱吗？放心吧，小米，我认识这家古玩店老板，做古钱币30年了，很靠谱。小陆，你来了。
这是重廷通宝、大关通宝、宣和元宝，全是北宋传世品。小陆，这批货我收了。500万，一分不少。走吧，小米。慢走。陆远，你掐我一下，但500万，我们真的有500万了。从10块起步到500万，但我总觉得这才刚开始。老马，我今天带了好酒，咱哥俩喝点儿。周老板，这么客气。老马，咱们认识也不是1天2天了，码头上的事儿，你心里跟明镜似的。老马，明天不是还有一批箱子？你帮我在有货的箱子上做个记号，用空的箱子隐性录的上套。周老板，这不合规矩，码头有规定，箱子到港原封上拍，谁也不能动手脚，被查出来我的饭碗就没了。规矩？老马，你做的不合规矩的事儿还少吗？你每个月挑出价值高的货偷偷拿出去卖，就合规矩了。周鹏，你怎么知道？老马，码头圈子就这么大，你一个月偷偷换走3、4件货，转手卖给城西的郑老三。郑老三喝酒吹牛的时候，可没帮你藏着掖着。老马，2条路，帮我拿10万，你好我好大家好；不帮，明天码头管理处的桌上就会多一份你私卖货物的清单，全行业封杀，你自己掂量。明天等你好消息，老马。陆远，昨天那笔钱我留了一半，剩下的留着今天拍。你今天看中什么，咱们直接拿下。蓝色普通货，这轮不拍。紫光，这箱子里有好东西。第2号箱来源日本，原封未开，起拍价3万。3万，4万，5万，6万。陆远，周鹏今天不对劲，每把都跟。紫光的货从来没有失手了，这箱子里至少有几10万的东西。10万。10万一次。11万。12万。既然陆老板喜欢，我让。3号箱12万，成交。陆远，打开看看是什么。陆远，这奶粉都结成硬块了，还有一股刺鼻的霉味儿。小米，这全都是过期的，生产日期也被人涂掉了。陆老板今天眼睛不行啊，买了一箱过期奶粉，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花12万买了一箱过期奶粉，陆老板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啊！陆远，花了12万就买了过期奶粉。小米，不对劲，这箱子里的货被人调包了。陆远，你说什么？小米，先别声张。现在中场休息。码头门卫老张在这干了20年，跟他聊聊，说不定能发现什么猫腻。张大爷，忙着呢。小陆，过来坐。听说你今天又拍了一批货，
别提了，张大爷，那批货我看着挺好的，打开一看，一批过期奶粉，亏了10万。小陆，你还能亏？小陆，别怪我没提醒你。昨晚我看见周鹏提着2瓶酒进了老马的房间，2人喝到半夜，铁皮棚的灯快12点才灭。什么？周鹏和老马？小陆，我跟你说句实在话，老马在码头管货源10几年，手脚不干净，圈里人都知道。你跟周鹏结梁子不是1天2天了。周鹏这时候去找老马，准没好事儿。小陆，大爷，我在这码头看了20年人，什么样的人都见过。老马和周鹏凑一块儿，你要多加小心。知道了，谢谢张大爷。对了，我记得老马昨晚送走周鹏之后，一个人去了趟仓库，大半夜的去仓库干啥？周鹏果然有问题。陆远，你去哪儿了？下半场马上开始了。小米，我发现周鹏今天有问题，他和码头负责人老马勾结，调换货物。什么？陆远，那怎么办？放心，小米，我有办法。等会儿，不管我拍什么，你都别出声。是金光，这个箱子也有问题。第3号箱来自西方代工厂的货物，起拍价7万。7万？这个起拍价这么高，里面的东西肯定很值钱。我预算不够了，也不知道谁能拿下。唉，8万。9万。10万。12万。15万。这俩人是疯了吗？陆远，15万了。周鹏紧张了，老马给他的信号很明确，逼我跟到底。这个箱子里恐怕什么都没有。17万。18万。陆远，你怎么不跟了？这箱子来自西方的，肯定很值钱。周鹏，既然你喜欢，那我就让给你。哼，怎么，你不高兴？陆远，我今天已经拍很多了，这个我就让给你吧。我不要。陆远，你什么意思？刚才12万、15万、17万，你跟得那么凶，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周鹏，拍卖这行规矩你不懂，价高者得，你喜欢你拿走。陆远，你别给脸不要脸！西方代工厂的货7万起拍，谁不知道里面是好东西？周鹏，既然是好东西，你就拿着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周老板，18万1次，18万2次。老马这个废物，说好了用空箱子引陆远上套，现在姓陆的不跟了，18万砸我自己手上。18万3次，成交。周老板，拍呀！西方来的货，让我们也开开眼。西方代工厂的货，这是西方废品回收站的货吧？18万买了一箱垃圾，周老板今天比陆老板还惨啊！周老板，刚才那个箱子，我也不知道会被你拍下。闭嘴！18万买了一箱垃圾，老马，你是怎么办事的？周老板，我确实把好箱子都标出来给你了，那个空箱子是给姓陆的准备的，谁知道他不跟了。老马，你的意思是我的问题？不是，老马，下一批货用我的，你把我准备好的那个箱子混进去，贴上普通标签，其他的不用你管。周老板，那箱子里到底是什么？汉代青铜器。周老板，那是文物，私自买卖文物是要违法的，这不行，绝对不行。周老板，之前调换货物做标记，我都帮你了，
但文物私自贩卖不是开玩笑的，要是被查到，我们全都得被行业封杀。你怕犯法？老马，那你就不怕我去举报你倒卖货物？你照样是违法。帮我这一次，事成之后，姓陆的私下买卖文物，人赃并获，你的手脚谁还会查？所有事情全算在他头上，从此一了百了。周老板，就这一次，就这一次。蓝光，一个普通箱子，应该是给周鹏标记的箱子。第4号箱来源国内某倒闭工厂仓库，原封未开，起拍价5万。5万。陆远，周鹏好像没来。5万1次，5万2次，5万3次，成交。这是汉代青铜器，这纹路，这铜绿，好像是真的。小兄弟，这批货你赚大了！汉代青铜器最起码700个起步。都不许动！同志，就是这批货，汉代青铜器私自买卖文物，我举报陆远购买私自买卖文物，人赃并获。周鹏，你这是陷害！陆远，你居然敢私自买卖文物！周先生，你确定这批货是私自买卖的文物？同志，100%确定，这是汉代青铜器，国家保护文物，你们赶紧抓人！陆先生，这箱子是你拍下的？是，5万块，正常拍卖流程。周先生，你看这是什么？这不是汉代青铜器，这是现代仿制品。铜绿是用化学药水做出来的，一摸就掉。真正的汉代青铜器，铜锈是渗进金属里的，抠都抠不下来。这是假的！我就说嘛，哪那么容易捡到汉代文物？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这批货是我亲眼看着装箱的，不可能！你们再查一遍。周老板，你说什么？没有，你听错了，同志。周先生，这批货上个月已经在国际巡查备案过，手续齐全，合法进入拍卖流通，文件上盖着国际巡查的章，你自己看。这次算你走运，下一次我一定要讨回来。周先生，你还不能走。同志，还有什么事儿？假货的事儿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周先生，我们接到举报，你和码头负责人老马涉嫌调换拍卖货物，恶意操纵拍卖结果，需要你配合我们进行调查。同志，这是诬陷，我没有。老马，你过来。老马，举报材料里说你收了周鹏的钱，在箱子上做标记，有没有这回事？同志，我也有证据要提供。老马，明天还有一批箱子，你帮我在有货的箱子上做个记号，用空的箱子引姓陆的上套。周老板，这不合规矩。老马，你做的不合规矩的事儿还少吗？你每个月挑出价值高的货，偷偷拿出去卖就合规矩了。老马，你他妈录音！同志，我交代，我全都交代。周鹏给我钱让我调换货物，还威胁我如果不帮他，他就举报我私卖货物。我没办法，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周先生，现在人证物证都在，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陆远，你哪来的录音？昨天下午我去找老张的时候，顺便找了一趟老马，他就给了我这个。周鹏，这一局你输了。小米，走吧，咱去卖货。小陆，这批货虽然是仿的，但做工真不错，放在店里当工艺品卖，有人要。何老板，您开个价。 8万吧，小陆。陆远，这5万拍的，8万卖，还赚3万。成交，何老板。
小陆，你在码头的事儿我都听说了，不仅3天内还清了欠款，多赚了几百万，还在拍卖会上一眼识破假青铜器，你这眼力圈子里已经传遍了。陆远，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小米，我打算去租个仓库，收更多的货。陆远，这仓库够大的。小米，以后我们收到货就放这里，不用每次都搬来搬去。陆远，这几天多亏你，你弄来的货让我的直播间人气大涨，货都不够卖的。陆老板，听说你在这儿租了仓库，我们特地过来贺一贺。陆老板，下回拍卖能不能帮我也长长眼？我出咨询费。陆老板，我有一个朋友手里有批货，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小陆，你现在可是码头上的名人了。张大爷，这还得感谢你啊。小陆，听说老马停职了，搞不好得被封杀。周鹏倒是花了点钱脱身了，但码头管理处把他永久拉黑了。以后码头上的拍卖，他连门都进不去。周鹏花钱脱身了？小陆，你放心，码头黑名单上的人，这辈子别想再踏进来一步。陆老板，你好，我是元宏集团的罗正红。陆老板，冒昧来访。陆远，元宏集团就是那个全国做尾货贸易前3的元宏，罗正红是他们的老板。陆老板，你在码头的事迹，我全都听说了。你扫货的眼力不错，你这个眼力，放在整个尾货圈子里，我只见过一个。罗总这么大老远跑过来，不会只是为了夸我几句吧？陆老板爽快，那我就直说了，我是来找你合作的。元宏每月到港货量超过2万吨，我需要你帮我筛选高价值货源，利润我们4-6分，你4我6。罗总，我就是一个在码头拍箱子的小买卖人，我恐怕不能胜任。陆老板，先别急着拒绝，短短几天，从负债300万到现在手握500万，我很欣赏你的能力。陆老板，这是元宏近3年的财报和一份初步合作方案，你可以好好思考一下。明天我再来找你，希望你能给我一个答复。陆远，我查了元宏集团的企业信息，元宏集团法人代表罗正红，往下看，股东名单。周鹏，陆远，那个罗正红又来了。陆老板，昨天那份合作方案考虑的怎么样了？罗总，在谈合作之前，我有件事想问你。陆老板，请说。罗总，你和周鹏的关系？陆老板，看来你查过了。对，周鹏是我表弟，元宏集团里他出股12%，我从没瞒过任何人。罗总，那你知不知道周鹏在码头对陆远做了什么？我知道，周鹏买通老马调换货物，引你上套，拿仿造青铜器栽赃你，这些事儿我都知道。他来找我借过钱脱身，我也借了。但陆老板，我是我，周鹏是周鹏，我做生意20年，从不把私人恩怨带到台面上。我看重的是你的能力，跟周鹏没有关系。罗总，周鹏几次3番栽赃陷害我，你来找我合作，你的公司里还有周鹏的股份。你说你是诚心的，但我没办法相信一个和周鹏坐在同一条船上的人，合作的事，抱歉，我会让你后悔的。陆远，3天了，自从那个罗总走那天，就收不到货了。陆远城西的刘老板也说以后不给我们供货了。城南的赵总也说货被元宏那边包圆了，1个箱子都不剩。
小米，是罗正红动手了。陆远，我们仓库里现在只剩下不到1万块的货了。这周要是再收不到新货，下个月连仓库租金都付不起了。现在连我的直播间都没人来了。是周鹏，他这时候打来肯定是落井下石的。陆远，听说你仓库空了，罗总说了，整个城市的尾货渠道袁弘全包了，你以后想拍箱子得去外地了。周鹏别得意，我会让你们还回来的。陆远，直播间人数越来越少了，粉丝群里都在问们是不是不干了。陆老板，您好，我是沈芝兰，星图集团的。陆远，星图集团袁弘最大的竞争对手。陆老板，我知道罗正红断了你的货源，我也知道周鹏在背后搞鬼。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合作。陆老板，星图在全国有12个仓库，每月到港货量1万吨，你出眼力，我出货，利润55分。合同我已经拟好了，你看一下。这份合同条款很清晰，利润分成、责任划分、合作期限写得明明白白。沈总，星图和袁弘是对手。对，陆老板，死对头。罗正红想垄断尾货市场，星图想活下去。你有能力，我有货源，我们是各取所需。沈总，我需要时间考虑。可以，3天，3天后给我答复。陆远，这个沈芝兰靠谱吗？不知道小米，但我们现在没得选。陆远，我查了，星图确实和袁弘是死对头，2家公司抢货源抢了10几年，最近半年袁弘占了上风，星图的业绩一直在下滑。沈芝兰现在来找我是想借我的能力翻盘，那我们要不要答应？哪位？陆老板，礼物收到了吗？沈总。陆老板，礼物在仓库门口，你去看看。陆老板是吧？沈总让我送来的，这批货本来要运到袁弘仓库，半路被我们沈总劫了，让我送过来的。20个箱子，15个发出淡金色光芒，3个发出紫色光芒，2个蓝色，这么多金货，都是从袁弘手里抢的。陆远，沈总把袁弘的货劫了，20箱货够我们卖1个月了。陆老板，礼物还满意吗？沈总，你把袁弘的货抢过来送我。陆老板，罗正红断你的货源，我就抢他的货源，这份诚意够不够？沈总，合作愉快。陆老板请坐，合同已经拟好了，签了字，星图的货源就是你的货架。沈总，合作愉快。陆老板，3天后城南码头有一批特殊渠道的尾货，内部拍卖，不对外公开。袁弘也收到了邀请函。袁弘也会去？罗正红一定会派人去，说不定周鹏也会露面。陆老板，这箱是珠宝，海外倒闭的奢侈品连锁店库存，整场拍卖最值钱的一项。S-0017，珠宝。陆老板，这次拍卖是暗标，全凭眼力。你的眼力加上我的渠道，这批珠宝必须拿下。沈总，袁弘知不知道是哪箱？不知道，编号是我的独家消息。他们的钱比我们多，但不知道哪箱最值钱。沈总，我们的优势是信息，所以我才找你，陆老板。星图的钱不够和袁弘硬拼，但你的眼力加上我的信息，我们能赢。沈总，3天后城南码头，我会拿下 S-0017。哟，陆老板，你也来了？怎么星图的沈总就派你这个小喽啰来凑数 ？S-0017，金色光，那个箱子里面就是珠宝。陆远听说今天有箱珠宝，罗总说了，不管多少钱都要拿下。你猜猜罗总给了我多少钱？周鹏等你拿下再得意吧。各位，
今天拍卖规则是暗标，每个箱子一个信封，写上价格和编号，投进箱子里，价高者得。现在开始。陆远，我们只有200万预算，沈总说最多只能出到这个数。陆远，我告诉你，我有小道消息，那箱珠宝我势在必得。罗总说了，这箱珠宝值700万，你就等着看我拿下吧。S-0002 号箱子，周鹏。陆远，看到没？我提前拿到了小道消息，珠宝一定是我的。S-0017 最高价150万，中标人陆远。陆远珠宝是我的了，你输了，拿着你的垃圾滚蛋吧。S-0002 只是个紫色箱子，看来珠宝就在 S-0017 的箱子。周鹏，你得意的太早了。废话。罗总的消息还能有假？哈哈哈哈哈哈！珠宝是我的啦！哈哈哈哈哈哈！珠宝是我的啦！哼，这不就是一箱衣服吗？我还以为真让他拍走了，看来我还有希望。这怎么可能？珠宝呢？周老板，这不是珠宝啊，这是外贸尾货的衣服，牌子还行，但最多值30万。周鹏，你花180万就买了一箱衣服。陆远，你笑什么？你那150万的箱子里面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全是破烂。是不是破烂？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金色光比刚才还亮。哼，陆远开啊，让大家看看星途的沈总，哼，花了多少钱买了一箱垃圾。这不可能！这是钻石！陆远，700万，150万翻成700万。陆老板，那条钻石项链80万，我要了。周鹏，180万买衣服，值不值？陆远，你早就算计好的，你知道珠宝在 S-0017。周鹏，你的小道消息是老马给的吧？老马被你害得丢了工作，你以为他还会给你真消息？周鹏，这条消息谁给你的？老马他说，珠宝在 S-0002。老马被你收买过，被码头开除的，你栽赃过的老马。你信他的话，花了我180万。表哥，再给我一次。周鹏，从现在起，码头业务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去仓库管盘点，给我看箱子。没有我的允许，不准碰任何跟钱有关的事。周鹏，这个你自己还。陆远，你不让我好过，我死也不会让你好过。小米，
星途今天3批货被袁弘物流卡在检查店，周鹏的人说没有袁弘签字不放行。陆远，周鹏被罗正红踢出码头了，但他还在管仓库物流。截货之时，罗正红不知道，是周鹏自己搞的。小米，罗正红知不知道不重要，不解决周鹏，星途的货进不来。陆老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老张，你在码头干了这么多年了，这仓库情况你了解吗？陆老板，这码头仓库晚上10点以后有货车进出，不亮灯，不走正门，从后面4号库的小路绕，每周3批，车牌全是外地。外地？是的。这么多进货，码头拍卖1年都凑不出这个量，罗正红到底从哪儿弄来的？陆远这个人说他在仓库干过3个月搬运，他说4号库的货跟码头拍卖的不是一批，码头拍卖的是正规尾货，4号库的箱子从来没上过拍卖台。小米，这有2行小字，写的是区域外调货，未报备。陆远，袁弘不是在卖尾货，他们在串货。小米，把刚才那张照片和老张说的车牌号、进出时间全部存下来。我们要的不是举报材料，是能定死罗正红的铁证。陆远，这张照片谁拍的？沈总，是袁弘仓库一个离职搬运工匿名发给苏小米的。陆远，星途和袁弘做了12年对手，我早就怀疑罗正红的货来源不正常。3年前袁弘的规模只有现在的1半，3年翻了1倍。沈总，你查过袁弘的供应链？查过，但罗正红每次都能拿出合法的区域采购合同，手续齐全，流程合规，账面没问题。沈总，那罗正红怎么做到利润翻倍的？陆远，这是袁弘近3年物流成本分析报告。袁弘同一批货，他的成本比所有人低1半，除非他的拿货价格就不对。沈总，你有办法拿到袁弘仓库的入库底单吗？陆远，入库底单是罗正红的命脉，他放在仓库档案室的保险柜里，只有他和周鹏有密码，星途的人碰不到。沈总，那我来碰。陆远，仓库安保7层，你一个人进不去，所以需要沈总帮我做一件事，拖住罗正红，我再找人拖住周鹏。陆老板，明天袁弘码头有季度盘点，仓库主管必须到场签字。周鹏虽然被贬了，但他挂名的仓库主管头衔还没撤，他得去。老张，几点？下午2点到4点。仓库到码头来回40分钟，加上签字，周鹏至少离开仓库2个小时。2个小时够了。陆远，沈总发消息了，罗正红3点到会议室，周鹏的车已经离开仓库，你还有2个小时。陆远，你进去了吗？小米，我进来了。机房在哪个方向？陆远，档案室在4号后面白色3层楼，1楼档案室，2楼机房，3楼办公室。还好，提前准备的万能卡能用。是那个黑色保险柜，是6位密码。小米，我找到了袁弘仓库过去3年的入库底单，每一页都详细记录了批次号、原始采购区域，签账栏全是罗正红的名字。陆远，周鹏的车提前回来了，现在正往仓库去，最多10分钟。陆远，快走！陆远，我就知道你会来。罗总说的对，你一定会来查仓库。陆远，把手机交出来，你刚才拍的东西1张都不能留。周鹏，照片我已经上传云端了，你堵住我有什么用？罗总，陆远进了档案室。周鹏，
带陆远来见我。罗总，打到今天这个份上，你还不打算收手？沈总，今天你约我谈合作，就是为了拖住我，对吧？对，罗总，看来陆远已经成功了。沈总，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赢了？陆远拍到了入库价格单，星途就能把袁弘送上法庭？沈总，入库底单只是辅助材料，证明不了任何东西。我的货在法律上是干净的。沈总，替我转告陆远，他拍的那些东西根本没用。陆远，照片已经全部备份成功，但是沈芝兰说罗正红不能定罪。陆远，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小米，底单不行，那就找比底单更硬的东西。陆远，调货的公司叫恒通，法人是周鹏，经营地址和袁弘总部同一栋楼。小米，帮我查恒通近3年的全部调货记录。陆远，找到了，半年前一批货，恒通从代理商那里低价拿货，但却伪造账单，又高价卖到了另一个地方。他已经违反了品牌方的地域限制，属于严重违约。串货？对，我交叉对比了报关编号和出库编号，的确是串货。我查了恒通2年内170批报关记录，其中43批有对应出货记录的，总金额至少8000万。8000万的案子，罗正红，你能挡住品牌方的怒火吗？这个证据链够了，跨区串货加伪造销售凭证，已经足够吊销周鹏的代理资格，但至少1个月时间。1个月，罗正红有足够时间销毁证据。那就用公开舆论施压。国际巡查对于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可以启动快速立案程序。苏小米的直播间现在虽然被限流了，但如果放出猛料，平台会给流量。一旦舆论爆发，国际巡查想不查都不行。小米，靠你了。陆远，袁弘的粉丝很多，我这一播出去，我们就会变成整个尾货圈的敌人。小米，你怕吗？陆远，有你在，我就不怕。家人们，今天的直播跟以前不一样，我不想带货，我想跟你们说一件事，关于袁弘集团。袁弘怎么了？主播要爆料。袁弘集团用旗下空壳公司恒通伪造区域流向，赚取非法价差，金额高达8000万。所有数据都是国际巡查部门已经公开信息和袁弘公开财务报告交叉验证的，大家可以去查。星土集团我们仓库全是袁弘的受害者。罗总，国际巡查部门来电话了，说由于舆情关注度，已经启动快速立案程序，明天上午到仓库现场调查。让周鹏带人，今晚把仓库里所有能查的货清理掉。罗总，来不及了，3号库和4号库加起来2000多箱货，那就把最重要的那一批处理掉。周鹏，听好，4号库所有贴标记的箱子，今晚必须全部运走，不管用什么办法。陆老板，你说的没错，周鹏带了3辆货车进去了，搬的全是之前贴标签的那批箱子。几号库？4号，最快半小时就走。同志，袁弘仓库正在转移货物，车牌号、搬运时间、仓库编号我全部录下来了。这批货如果今晚离开仓库，就再也追不回来了。我们马上到。陆老板，我车停在这里，货车得绕路，多绕一圈多10分钟。老张，你知道你这么干，罗正红会找你麻烦。陆老板，我在这个码头蹲了20年，等一个干净码头，
等了20年。别搬了，上车，开车！根据举报，元宏仓库涉嫌商业欺诈罪，现依法对所有库存货物进行查封检查，请配合。误会，这批货只是转库。同志，这批货的也是相关货物，不信您看那个标签。指挥中心，4号库查获流串货物，申请全库封查。罗总，还有办法，主动配合调查，主动补税，把所有责任推到恒通的独立经营上，刑责可以降到行政处罚。恒通法人叫周鹏，他是我的人，我不推。罗总，国际巡查来人了。告诉他们，我配合调查，但元宏的全部合法业务不能停，码头拍卖、尾货批发、仓库正常运转，这些跟恒通串货案无关。今日凌晨，国际巡查部门对元宏集团仓库进行了突击检查，现场查获非法较差货物总价值超1500万。元宏集团法人罗正宏已被带往国际巡查协助调查。怎么办？罗总不在，谁来做决策？罗总让我传话，所有正常业务不要停，码头拍卖照常，尾货批发照常，元宏没有倒。陆远，平台给我们解限了，还给了首页推荐位。你别光看股票啊！元宏倒了，我们可以正常做生意了，星途的货可以进来了，所有曾被元宏打压的商家都会来找我们。小米，罗正宏只是被带走协助调查，48小时后他能出来。元宏还没倒，周鹏把这个事儿扛在自己身上，罗正宏可以全身而退。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等罗正宏出来之前，把能做的事情全部做完。小米，沈芝兰约了我们下午见面。他有话要说。元宏的码头业务全部暂停了，拍卖场、仓库、物流线全封，1200名员工下个月工资发不出来。罗正宏那边什么情况？被国际巡查带走协助调查。律师说，周鹏在现场认了所有罪责，罗正宏48小时后能出来。他出来之后的第一件事，一定是重组元宏。陆远，元宏的码头必须有人接。码头不只是元宏的，它是整个尾货供应链的枢纽。如果码头瘫痪超过1个月，全国尾货市场都会断供。不只是码头，元宏的整个尾货供应链、仓库、物流线、拍卖渠道，这些如果不在正常人手里，就会落在下一个罗振华手里。沈总，接码头需要多少钱？启动资金至少300万，码头租赁、仓库租金、物流车辆、人员工资。星途愿意做你最大的供货商，但你需要以一个公司的名义来做。我有货值700万的珠宝，但不是现金。星途可以帮你做担保，你抵押珠宝，银行放款，3个月后你的公司有了稳定流水，再把珠宝赎回来。沈总，你这么帮我，不只是因为和袁弘有过节。对，袁弘在的时候，星途永远只能是第2。我需要一个干净码头，需要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你做到了。现在，你来做码头的人。陆老板，听说你要接袁弘的码头，还没跨过300万的门槛。跨过去以后，你还招不着看门的？我在这个码头待了20年，这片码头哪个角落有老鼠我都知道。你要是接码头，我第一个跟你干。老张，码头没接到手之前，谁都不敢说。但我答应你，如果我接了，这个门你来守。那就这么说定了。300万，跨过去，这片码头就是新的开始。陆远，来了几个大玩家，
第3排那个是华北最大的尾货集团，他们的资金都不比我们少。那个淡金色信封里是最高报价280万。第一，标的价150万。竞标开始。170万，210万。那个交了淡金色信封的人没有举牌。300万。陆远，我们就300万，1分都没多，1分都没少，就够了。300万第一次，300万第二次，300万第3次，成交。家人们，今天是个大日子，远航尾货贸易公司正式开业。以后这个直播间不光有珠宝尾货，还有全球1手货源，全部经过我们 CEO 陆远亲自验货。第1件货，以后每一件货都比这件好。300万翻过去了，远航的故事现在刚开始。第1批货300箱，全部是国际品牌尾单，报关单、质检报告、品牌授权书，手续齐全。货没问题，价格呢？比袁弘巅峰时期低8%。我说了，星途做你的最大供货商，不是最大赚钱商。这批货全卖掉，净利润至少40万。袁弘那边什么情况？周鹏把案子全扛了，罗正红昨天从国际巡查部放出来了。远航开业了，地点我们以前的码头，老板那个用150万翻出700万珠宝的陆远。从现在起，袁弘所有品类尾货批发价下调30%，星途给陆远什么价，我比星途再低10个百分点。罗总，再降就不赚钱了。先让陆远赚不到钱，他不倒闭，袁弘就永远翻不了身。退什么？这星途的货哪里不好？货是好的，可袁弘所有品类降了30%。同样东西100块能买袁弘的，谁花120买远航的？陆远，货退完就没流水了，银行贷款怎么办？罗正红降价30%，不赚钱。你去算一下，袁弘的现金流能撑多久？恒通被定性为商业欺诈罪。罗总说了，等您回国，物流部还是您的。您儿子上学的事儿，罗总已经托人办好了。告诉表哥，放100个心，所有事儿都是恒通干的，跟袁弘、跟表哥没半点关系。陆远拍的入库底单，苏小米公布的交叉对比数据，这些证据对您很不利，量刑会重。最坏的打算就是陆远以为他赢了，等我出去，我要他一一奉还。周鹏把责任全扛了。国际巡查初步判断，恒通是独立经营实体，袁弘是售票方，不是主体。袁弘什么时候能恢复仓库？4号库还封着，3号库和1号库2周内能解封。袁弘股价虽然跌了，但远航还没站稳，只要撑3个月，袁弘依旧是行业第一。周鹏替我扛了3年，我用这3年把陆远碾碎。3天退了52家客户，昨天出货量是0。袁弘价格战太狠了，我们完全扛不住。袁弘仓库除了4号库、3号库和1号库都要解封了。如果袁弘恢复海外进口，罗正红的价格战会打1辈子。不会，他太贪了，降价30%，他的利润全是负的。他在烧钱拖垮我们，拖垮之后他马上就会涨回去。找出袁弘降价最凶的品类，这几个我们不碰，专做他没降价或者不敢做的品类。袁弘降价最大的3类是服装、日用杂货、小家电。服装降35%，日用杂货30%，小家电32%。
这3类我们不做了，剩下珠宝尾货、轻奢行包、品牌腕表、设计师家务，袁弘都没降价。因为没货，珠宝和轻奢尾单验货要求极高，一般人看不准。罗正红以前靠买手验，买手看走眼好几次，亏大了，不敢再进。袁弘不敢进的，我们全做，做得了别人做不了的，你就有定价权。罗正红降他的价，我们做我们的品控。那如果普通人看不出好坏呢？那就让他们看出来。直播间不只能卖货，还能教人怎么分好坏。家人们，今天不卖货，教你们怎么一眼看出奢侈品尾单的真假。先看走线，真的每针间距完全一致，假的到拐弯处就乱了。再看五金件，真的镀层均匀，反光一致，假的有颗粒。最后看衬里，真的和面料同厂同批，假的拼凑。这主播真专业，以后买包就跟着看了。远航的货呢？远航所有货都经过陆远亲手验货，不是抽检，是每一件。今晚10点，珠宝尾货首发，只卖经得起对光的货。罗总，这个月价格战数据出来了，出货量涨了80%，烧了160万。去查远航的珠宝线卖了多少？远航珠宝线出货量不高，但客单价是我们日常品类的7倍。沈之兰供的都是星途海外直采的顶级尾单，陆远一件件验，零退货。让我想想，粉丝48万，珠宝厂平均在线30万，客单价破2000，退货率0.7%。银行贷款第1期利息下个月到期，按现在流水够了。袁弘这个月烧了160万，出货量涨了，但全是低价品类，供应商看他们现金流吃紧，都在催账期。罗正红在硬撑，他要么停止价格战恢复利润，要么找一个比星途更便宜的货源。比星途更便宜的货源？袁弘的路被我们堵死了，他现在烧的是自己的老本。如果他撑不住了，第一个念头就是犯罪。罗总，现金流撑不到下个季度，降价30个点，我们已经连续3个月亏损，银行那边开始盘我们的贷款了。供应商那边呢？星途已经断了供应，剩下几家小供应商也要求缩短账期，不缩短就停供货。去联系东南边的那几个老渠道，告诉他们，袁弘要重启合作，条件照旧，报关走9岛中转。罗总，恒通案还没结，国际巡查盯着我们。恒通是恒通，袁弘是袁弘，用新公司的名字联系，出了事跟你无关。陆远，你堵了一条路，再开一条。陆远，我安插在袁弘供应链的人刚递了一条消息，罗正红把东南边的老供货渠道又联系上了，手法跟恒通一模一样，只是换了个马甲。你确定？罗正煌的第1批货已经装了集装箱，预计本周起运。目的地是新设的私人仓库，不在仓库。沈总，有仓库地址吗？没有，只知道在码头西边工业区内，那片区域有67家独立仓库，私人租赁，没有统一监管。67家仓库，罗正红，你把货藏在哪里？家人们，今晚是远航珠宝尾货专场的第5场。上架之前，有一件事想跟你们说。远航3个月前还只有1辆卡车3个人，我们撑过了袁弘的价格战，不是因为我们有钱，是因为你们买走的每一件货都用退货率证明了远航品控。远航加油，品控天花板。今天的主角是这批意大利手工皮具尾单，一共200件，每件都有专属的验货标记。1、2、3，上链接！破100万了，200件，全光。陆总，外面停了3辆货车，都是来签代理协议的。西区、南城、老商业街全来了，说以后只从远航拿货。他们的商家正在反水，罗正红烧了3个月的钱，没烧死我们，烧死了自己的口碑。以前的老客户都跑到远航买货了。
什么事儿？货到了，确认安全吗？好，今天晚上我自己去验货，把地址发我。陆远，你把我的客户拿走了，那我把你的命脉也拿走。罗总，袁弘可以动用的现金余额还有83万，银行贷款利息下周3到期，120万。3家主力供应商要求月底前结清所有尾款，否则停止供货。代理商的预付款回流只有去年同期的1成。远航开业3个月，拿走了我们4成代理商。给我看这个干什么？我要的是解决方案，不是问题。解决方案只有2个，要么停止价格战恢复利润，要么找到比现有成本更低40%的货源。停掉价格战，但是不恢复原价，只调10%。调10%解决不了问题，我们的亏损还在扩大，需要调至少25%。那就不要调了，我有别的办法。罗总，东南边那边的货下周可以出港，但是恒通那事儿之后，国际巡查对所有袁弘关联的集装箱重点抽查。你需要一个新的中转地址，必须在国际巡查的抽查名单之外。我已经找好了，码头西区的67号仓库，业主是一个境外投资公司，在国内没有经营记录，国际巡查查不到关联。报关用哪家公司？宏远贸易，注册地在9岛。第一批货的清单发你了，名表珠宝、电子云件，市价大约2000万。如果通关顺利，成本不到正常进口的1/3。如果通关失败呢？跟周鹏一样被封杀，只能去国外。这一把如果成了，袁弘就能起死回生；如果输了，我陪周鹏。罗正红的货下周从马西市起运，目的地是码头西区67号仓库，报关用的是9岛注册的空壳公司，叫宏远贸易。67号仓库，你确定？我的人跟了他们的报关报单，查了航运动态，下周3集装箱到港。找到了。第一条，袁弘的东南边线联系的是一个叫老蔡的中间商，老蔡在棕色市场专做奢侈品倒货。第二条，罗正红这次不只做珠宝，清单里增加了电子元件。电子元件，进口关税25%，增值税13%。如果避税利润极高，罗正红的意图很清楚，一旦这条线跑通了，就会持续倒货，根本不会停。国际巡查那边怎么说？巡查部门已经收到了线索，但是他们需要确凿证据。罗正红动用壳公司和9岛中转，巡查部门需要知道具体到港时间和签收方式。要抓就要抓现行，集装箱打开那一刻，罗正红必须本人出现在现场。怎样才能让罗正红本人去签收？他现在很谨慎，恒通案之后，他把自己藏得很深，所有出货都是手下的人在跑。给他一个机会，一个他拒绝不了的机会。有人要出远航的底单，说能证明路远伪造品牌授权书。不管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路远就完了；如果是假的，说明有人也在想搞死路远。敌人的敌人，哪怕是假消息，也值得利用。67号仓库，周3晚8点，你亲自来，不见第2个人。周3那批货也是晚上到。是。马西市的集装箱周3晚7点靠港，拖到67号仓库的时间大概8点半。周3晚上我亲自去，你让老蔡的集装箱8点半准时送进仓库，到时候我在里面签收，一举两得。罗正红上钩了。周3晚上他会亲自出现在67号仓库，他要签收那批货，也想拿所谓的远航伪造的证据。国际巡查队准备好了，已经安排好了。集装箱进仓后10分钟收网，现场人赃并获。4个分仓，主通道3米宽，后门连接废弃铁路线，适合快速出货。陆总，有辆车开过来了，袁弘的标。里面已经有货了，走，我们回去。这图你怎么画出来的？我去实地看了，外面用了无人机地形扫描和墙体探测，6个小时，所有入口出口位置都核实过了。法理上周鹏把罪扛了，但上层一直觉得罗正红才是幕后主使。如果能抓到他本人签收的现行，这个案子就跑不掉了。周3晚8点半，
马西市货柜进入67号仓库，罗正红本人会在里面签收，细节都齐了。周3晚我带队，动用港口分局巡查支队20人，3个出口全封。有一点，不要让任何穿制服的人提前出现在码头西区周围。罗正红很警觉，一旦发现有异常，他就不会出现。放心，周3那天，码头西区表面上什么都看不见，直到他签完字，我们会从4面出现。你是谁？敌人的敌人，周3见。货柜的封条是从马西市贴的，中途有没有被拆开过？海环节点全程无缝，封条编号跟发货单一致，中途没有抽查记录。罗总放心，签了字，货就是袁红的，不签，这批货可以原路退回。国际巡查部巡查，停止一切操作。是你设的局，局不是我设的，犯罪的是你，签收单在你手里。货值据初步估算不低于1500万。罗正红，你涉嫌商业欺诈罪，跟我们走。你也跑不掉，你的异能总有一天会被人知道。我的异能没漏税，没害过任何人。你用犯罪保你的公司，我用品控做我的生意，这就是区别。结束了吗？结束了，袁红结束了，罗正红也结束了。远航在短短3个月内成为尾货行业第1，如今袁红因犯罪而倒闭，业内预测远航将接手袁红大部分市场份额。陆总，怎么看？我们不讨论竞争对手的命运，一直没变，找好货，做品控，对得起客户的每一分钱。袁红尾货集团进入破产程序，罗正红被移送审查起诉。罗正红真被起诉了。陆总，今天签了16家代理商，全是袁红原来的核心代理。他们说等了3个月，终于等到能来签远航的这一天。远航现在是尾货行业第1了。这才刚开始。刚开始，我们已经做到了曾经仰头看的那些人做不到的事。周鹏扛了3年，罗正红至少10年。这座港口的尾货生意重新开始。看到了吧，袁红倒了，负债8000万，所有资产下周1拍卖。我现在连这间公寓的房租都快付不起了。表哥，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陆远不是用钱打垮你，是用信誉。你在国外待了2年，我在国内扛了2年，现在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我在马西市认识一些人，他们是做正规尾货生意的，但渠道很深，你去找他们，等我回来。你还想翻盘？不是翻盘，是让他从内部烂掉。你先把人脉搭起来，等我回国，从路远供应链的缝隙里重新开始。袁红破产清算的消息上了财经头条，罗正红负债8000万，名下资产全部查封。周鹏在国外待了2年，罗正红负债8000万，恒通加上这次，他把自己送到了底。沈总，袁红的破产清算什么时候开始？下周1，办公楼、物流车队全部公开拍卖，底拍价不高，但竞争者不少。袁红的码头和仓库，我要全部拿下。半年前我们在码头搬货，袁红是大厦，现在大厦塌了，我们在隔壁盖了一栋更高的。陆总，你说这算不算命？不算命。罗正红的楼是歪门邪道垒起来的，倒了是迟早的事。我们是用品质一砖一瓦垒的，风吹不倒。下一块招牌
该挂远航了。元宏仓库3号库、1号库起拍价320万，340万，360万，400万，450万，仓库450万，成交。第二项，元宏办公楼，起拍价600万，650万，700万，800万。第三项，物流车队，330万，3项资产总计成交价1580万。恭喜远航尾货集团成为本场拍卖最大买家。不到1年前你还在码头搬货，现在你把整个码头买下来了。陆总，你站在这里想什么？想第一次来码头那天，我在看货，周鹏在旁边抽烟，说元航的入门标准是至少500万流水。现在远航的流水是元宏巅峰时期的多少倍？不用算了，元宏是过去式，远航是现在进行时。远航1周年快乐！啊！罗正宏，我不需要躲着国际巡查，远航每一分钱都经得起查。苏主播，这是给你准备的，3台电影级摄影机，独立导播间，跟电视台一个标准，以后全网看你的直播，画质都是最顶尖的。这花了多少钱？600万，从设备到装修，全部按卫视演播厅标准。600万投在一个直播间？不是直播间，是品牌。元宏倒了之后，尾货赛道需要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就是你。从今天起，你不是一个主播，你是远航品牌的代言人。从对着200人的直播间哑嗓大喊，来站在600万的演播厅里。陆远，你真的做到了你说的每一句话。家人们，欢迎来到远航新演播厅，这是我们搬新家之后的第1场直播。今天不卖货，想带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验货的。这不是特效，是陆远在每一件货入库前做的验货流程。远航零退货的秘密就藏在他的眼睛里，这品控太强了。远航永远的神。今晚你给观众看了你的验货过程，你不怕有人猜到你的异能？验货技术可以学，眼光可以练，我从没说过是异能，只是比别人看得更细，别人会以为是经验。万一呢？万一有人猜到，他们也解释不了。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它不存在。苏小姐，您的直播间不仅在出货量上断层领先，在粉丝信任度、退货率、复购率3个核心指标上都是行业第一。我们想邀请您成为品牌代言人。代言费200万？签。不只是这200万，你签了这个，尾货赛道就有了形象标杆。以后品牌方找主播代言只看苏小米，这就是标准。你定义标准，别人只能跟随。杜小姐，最后一个镜头，对着镜头笑，想象你面前是100万个信任的粉丝。这件货，陆远看过，我也看过，你可以放心。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能站在这种地方。我也没想过你能在1年前那个小隔间里对着200人喊到哑嗓，还能继续播下去。那时候我不知道能不能成，我只知道你说的每句话都做到了，所以我就跟着你说的做。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做到。什么？海外市场，远航不能只在国内做尾货，东南边、南方、西方，全球尾货市场是我们下一个目标。他的眼睛和1年前一模一样，永远在看向下一个地方。陆总，3天行程，今天考察集成尾货集散中心，明天见马西市珠宝协会，后天去滨阳看重转仓。沈总帮忙约了3个当地供应商，先去集散中心。
集成是全球尾货中转枢纽之一，东南边60%的品牌尾货在这里集散。Lesser Lu, dispatch consists of leftover stock from 3 local brands in Maxishi with a total price of about million REBB. Change are fine, but the shipping channels are scented, so it's been sitting in the warehouse. 这批我要，旁边那批不要。How did you judge that? I couldn't even see any problems with the batch next to it. 青叶，集成怎么样？比想象中大。集散中心一天吞吐量是远航1个月的量。我们如果能打通这条线，成本再降20%，供应品类能翻2倍。陆远，你有没有想过？国内我们已经做完了，如果海外再跑通，远航就不是行业第一了，是唯一。想过，但我看到的不是唯一，是下一个天花板。国内市场养大的远航，海外市场养大的才是真正的集团。远航的下一站没有天花板。远航在过去1年品控驱动的尾货模式可以规模化，零退货率、粉丝信任度第一，客单价行业最高。星途作为远航的最大供应商，也应该成为远航的战略合伙人。星途供应的所有海外品牌尾单优先远航。从今天起，星途和远航不是买卖关系，是利益共同体。你需要海外仓库，星途出仓；你需要全球物流，星途出渠道。沈总，你帮过远航最艰难的时候，这份协议我签，但有一个条件。说，远航永远不做假货。这是我们的底线。星途供给远航的每条供应链都必须透明。如果未来出现假货混入，合作的优先级立刻归零。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星途不做假货，远航验每一件货。我们2家合在一起，就是把尾货行业的信任度推到天花板。星途给远航开放了全球7个国家的仓库和中转站，东南边、南方、西方，我们都可以直接用星途的物流。这意味着远航的海外扩张至少提速2年。提速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星途是国企参资，供应链透明。以前有人攻击远航，会说货源来路不明，以后没人能攻击这一点。每一条供应链都可以溯源。你有想过沈之兰为什么这么帮远航吗？想过了。星途需要一个能稳定出货的尾货渠道，以前是袁弘，但袁弘倒了，星途的货需要出路，远航是最好的选择。商场上没有无缘故的好意，但陆远说对了，沈之兰的好意是可以溯源的。远航的海外战略分3步：第1步东南边，第2步南方，第3步西方。东南边市场已经打通，星途的仓库和中转站可以直接用。海外直播同步进行，我会在远航总部演播厅做全球直播，配多语种字幕和实时翻译。第一批海外粉丝来自东南边，已经突破50万。陆总，海外业务风险比国内高，汇率、关税、物流、文化差异，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袁弘倒的时候，我们也没准备好，但袁弘倒了。远航能起来，不是因为准备好了，是因为我们敢做与不敢做的事儿。远航的海外业务只有一个标准，跟国内一样，零退货。做不到零退货，就退出这个市场。我们不是去卖便宜货的，我们是去卖品质的。欢迎全球的家人来到远航直播间，今天不卖货，带你们看看远航的全球供应链。This piece of jewelry comes from a local brand in Marseille. It is surplus stock. We apply the same quality inspection standards as we do domestically, and I personally examine every single item. 远航的货不分国界，品质是唯一的标准。300万在线，海外订单占45%，我们真的做成了。这才刚开始，海外市场比国内大10倍。远航的下一步是成为全球尾货第1品牌。你累吗？不累。看到货从世界各地运进来，再运出去，每一件都经过我的手，我就觉得值。表哥，你瘦了，在国外待了2年，吃不好睡不好。我从出国那天就在想，我为什么输？不是输给路远的异能，
是输给老实。陆远用老实做生意做了起来。表哥，你专程来接我，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我在马西市认识一些人，他们是做正规尾货生意的，但渠道很深，黑白两道都通。我出国之前留了他们的联系方式，你现在回来了，可以联系他们。你想毁了陆远的供应链？是从内部瓦解他。陆远今天爬得多高，明天摔得多惨，就看你怎么布局。3年，我在国外待了2年。陆远，你用了2年从小摊贩做到行业第一，我用了3年从物流主管变成逃出国的人。现在我回来了，我从你供应链的缝隙里重新站起来。陆远，你赢了第1局，第2局还没开始，你的供应链越做越大，漏洞就越多。当你大到连自己都管不过来的时候，我就在那个位置等你。3年前我走的时候，袁弘是尾货龙头，现在你成了代言人。喂，是老蔡吗？我是周鹏，罗正红跟我提过你。周鹏，你不是在国外吗？回来了。罗正红说你有渠道，我想做生意。罗总出国前让我留意远航的供应链。远航的供货商主要是星途和一些国内渠道，但他们的海外中转业务刚起步，用的都是第三方仓库。你只要注册一家资质期的供货公司，往远航的海外供应线上塞货。陆远是厉害，但只要货从不同的第三国仓库发，他不可能每件都验到。海外线他管不过来。如果陆远验出来了呢？验出来就说供应商造假，跟你无关；验不出来，你的货就成了远航的招牌。几年之后，远航供应链的海外端你说了算，陆远再怎么验货也拿你没办法。帮我注册一家公司，叫红江贸易，主营尾货进出口，资质要干净，记录要干净。从现在起，我不叫周鹏，叫周红。我以一个正经商人的身份接触远航的供应商。陆远，你认不出我？我以一个正经商人的身份走进你的供应链，你的海外线每多一个仓库，就多一个我能进去的门。你输了罗正红，现在该我了。你是周红，红江贸易，我们在马西市做尾货中转。远航的海外供应链手册上说，正在招募东南边区域的2级供应商，我想了解合作条件。红江贸易的货源主要来自哪里？马西市本地品牌尾蛋和一部分南方珠宝。我认识集成几个大供货商，渠道比星途更垂直。远航如果跟我合作，东南边线成本至少再降10个点。我们会做资质审查，符合远航验货标准的供应商，我们不会拒绝任何一家。希望很快能听到好消息。沈总，帮我查一家马西市公司红江贸易，法人周红，背景、资方、供应链关系，能查的全部查出来。这家公司有问题？不一定有问题，但周红这个人，他的眼睛让我觉得不对劲。我说不准是什么，但我的直觉从来没有错过。给我3天。他在展会上拿起远航手册的手法，是物流行业的人才会有的习惯。他说成本在降10个点的时候，语气跟罗正红一模一样。远航的人联系你了？陆远本人接了我的名片，他说会做资质审查，资质做得干干净净。红江贸易是真公司，他查不出问题。他查得出资质的问题，但他查不出人。陆远最厉害的是直觉，他在展会上多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告诉我，即使我换了名字换了脸，他潜意识里还是觉得我眼熟。陆远，第1件掺假的货你验到了吗？陆总，红江贸易的资质全部查过了，马西市正规注册公司，法人周红，3年纳税记录完整，没有不良信用记录。红江贸易的货源渠道具体是哪些？集成3家马西市本地品牌尾货供应商，老蔡的货也走了红江的渠道。
东南边2级供应商的验货流程是什么标准？批量验货，每批货直接到集成转运仓，远航驻仓验货员抽检20%，抽检合格后统一发往国内。但海外供应线量大，陆总你不可能每一件都验到吧？批准，但通知集成那边，红江的第一批货，我要亲自到仓验。这个箱子不对劲，没有异常。这箱的抽检记录给我看看。每天出货量多少？陆总，这条线日均300箱，旺季能翻倍。但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箱不该出现在这个位置。它在角落里，却比其他箱子更靠近出货通道，像是有人故意放在最容易被放行的地方。陆远亲自到仓验了你的货，72箱全部合格，合格就对了。第一批货掺假是傻子，生意是真的，渠道是真的，资质是真的。等陆远习惯了红江的品质，等我成了他的核心供应商，再动手。陆远在集成只能待3天，3天之后我继续按正规生意出货。半年之后，红江占远航东南活线20%的供应量，那时候我再动他的手。陆总，红江贸易这半年表现最好，出货准时率100%，抽检合格率100%，价格比同行低7%。周红这个供应商我印象很深，半年前展会上第一次见面，现在就排第1了。你说过他的眼睛让你觉得不对劲，这半年他的货确实没出过任何问题，比其他任何供应商都稳。太稳了反而是问题。正常供应商总会有变动，品控、交期、价格，总会有一个环节出过问题。红江半年零掐线，像是有人故意在用最好的一面麻痹我们。你怀疑他？再等我们对他的信任足够深，等到他出了问题，我们也不会第一时间怀疑他的时候。这半年你给陆远的货全是好的，你亏了半年，亏了不到40万。远航现在每天在海外的出货流水是多少？大概800万。我半年亏40万，换来远航对我的绝对信任。现在我只要在远航每天800万的出货里混进一批有问题的货，你觉得40万值不值？你想混什么？这批仿品混在正品里，远航的验货员抽检20%，仿品占比我控制在5%。要这批货流到客户手里，远航的口碑就出现了第一条裂缝。你疯了！我不是疯了，我是等了2年06个月。东南边地区退货率从0.7%升至1.3%，虽然仍低于行业平均。品相与描述不符，这是远航最不可能出的问题。每一件海外货都经过了抽检验货，不可能同时有这么多品相不符的退货。通知集成中转仓，所有退货商品原封创回，我要亲自验货。这些货的批次从哪里来的？我查一下。这批货来自红江贸易。红江贸易这半年的所有货，全部出货记录、验货记录、批次号、到港时间、出货时间，全部打印。沈总，红江贸易的法人周红，你半年前帮查过资质，干干净净。现在这批货出了问题，我要你再查一次，查周红本人，不查公司，查人。查到什么程度？全查。他半年前出现在集成之前的履历，他国内的生活记录，以前的职业背景，有没有任何跟尾货、物流相关的联系？我
我知道这个请求不简单。我给你3天，但陆远，你要有准备。一个能把资质做得这么干净的人，要么本来就是清白的，要么就是准备好了一切。陆远，你要的查人结果出来了。周红这个身份，从出生证明到学历证书，从马西市公司注册到3年纳税记录，全部是真的。但有一件事不对劲。周红的马西市身份证上显示他出生在槟城，40年前。可我查了槟城那家医院的出生记录，没有这个名字。一个在马西市生活了40年的人，出生记录是假的，说明周红不是他的真名。能做到这一层的人，要么是情报背景，要么是有案子在逃。袁弘的案子，周后跟罗正红有关系。我查了洪江的第一批货源供应商，是罗正红在东南边的老供货渠道里的老蔡。罗正红的人有国际巡查的老渠道，跟袁弘案子有渊源的物流行业出身。沈总，你帮我查一下周鹏。周鹏？周鹏？周红取货时翻看箱单的手法，我在码头上见过，一模一样。半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动作在哪里见过？现在我想起来了，是周鹏。陆先生，你提交的证据存在一个逻辑问题，你无法提供任何生物识别证据，证明周红就是周鹏。2张身份证上的照片，看起来也不像同一个人。我理解，但我是请求你们调查洪江贸易。洪江向远航提供的货物中混入了仿冒替换品，这本身就已经涉嫌商业欺诈，不管他是周红还是周鹏。你确定是从洪江贸易的货里出来的？每一件仿品都有批号和物流追踪码，全部指向洪江贸易。好，商业欺诈这条证据链已经足够立案，我会派人去洪江贸易的仓库现场调查，不需要常规调查。我可以帮你把他引出来。陆总，久仰。洪江很荣幸能成为远航最大的东南边供应商。周总，进来坐。这份退货报告显示，洪江最近1个月的货出现了仿冒替换品，你知道这件事吗？不知道。洪江供应给远航的货，100%从马西市正规品牌尾单渠道拿货。如果出现仿冒替换品，问题一定出在中转仓的环节，不是出在我们的货源。这件珠宝的副饰被替换，替换的手法跟2年前我在袁弘仓库下面查出第一批货时周鹏往正品里混假的手法完全一样。调查科的人就在隔壁，你和你的洪江贸易今天走不出这家酒店。周总，通知你一下，洪江贸易今天下午做了一次库存盘点，过去3个月的全部出货样本都录入进公站，没有任何仿冒品。陆总，你让调查科来查吧。洪江贸易全部开放，我的仓库、我的货、我的出货记录，随便查。如果查出1件仿冒替换品，我主动认罪。你把它转移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个正规经营了大半年的公司，被合作伙伴指控商业欺诈，总要先说清楚。我在集成等你3天，3天内调查科查不出任何证据，我们法庭见。而且我会以诽谤罪起诉远航。周鹏，你早就算到了，你混进仿品的同时，就已经准备好了退路。今天下午，仿品全部转移到了隔壁市的一处临时仓库，仓库和洪江的运输公司没有直接关联，就算陆远翻遍集成，也查不出来。陆远以为他会赢，我太了解他。远航的海外供应商体系才刚刚建立，如果他冤枉了一个核心供应商，其他供应商会怎么看远航？这就是我。周鹏可能已经预料到你会查他。洪江的供应链中，应当还有一条隐藏线。如果能找到隐藏线，就能锁定他。
洪江的物流车，每天晚上12点到凌晨2点之间，会有一趟未记录的空车行程，不是送货，不是进货。那辆车在午夜之后开去哪里？洪江的物流车，每天凌晨12点到2点之间，有一趟未记录的空车行程。这批车的 GPS 轨迹显示，他们目的地在集成北部郊区的工业园。你怎么知道？用了无人机热感应扫描，那片区域午夜之后只有一个仓库有温度差，说明里面有货在进出腾挪。可以申请搜查令，但搜查令需要理由。光凭夜间的温度异常和未记录的行程，马西市法院很难批。你需要更切实的证据。我有切实证据。洪江3天前收到远航退货调查通知后，有一批货被转移出去，发货人是老蔡，收货地址是北部工业园4-47。你怎么搞到国际巡查内部系统截图的？远航是星途集团的战略合作伙伴，星途是国际巡查的合规合作伙伴，可以查询关联企业的可疑货运意向。我没有越权。今晚11点，我带队搜查北部工业园4-7。表哥，我被查到了，但这条线还没断，我还有一个办法。仓库搜出了仿冒品，周鹏的洪江贸易被查封了，但他本人跑了。他跑不远。周鹏不是周红，他没有马西市合法身份，他跑不出马西市国境。你低估他了。周鹏在过去的2年多里建立的人脉不止老蔡一条线，他可能有第2条渠道，能让他隐藏起来。不管有多少条线，他在暗处，我不用找到他，他会主动联系我。远航和调查科的联合声明已经在东南边发布了，洪江贸易被定性为商业欺诈公司。你的照片和化名被公开，你现在在马西市的任何地方都待不了了。我知道，但我的生意还没做完。洪江给远航供了大半年的货，这期间在我手里积累了远航海外供应链的全部流程和联系。老蔡，陆远以为封掉洪江就结束了。你的意思是，你还有人在远航的供应链里？我不是只有洪江，陆远以为他堵死了我一条线。其实我手里有远航的整个海外物流图，只要我想，我可以在任何一个环节制造混乱。调查科出报告需要多久？至少2周。2周够了，2周时间足够这些邮件把远航的海外声誉击穿。陆总，从昨晚到今天，大量客户因为洪江事件的内名邮件取消了订单。协会那边收到了关于远航供应链不实指控的举报，正在启动调查。我们的退货率从0.7升到了1.3%，行业里就有人传远航的品控体系崩塌了。洪江的事只是导火索，幕后有人在刻意放大这件事。周鹏没有证明远航有体系性问题，但他不需要证据，他只需要在客户做采购决定的那3天里让谣言存在。采购决定一旦转向，再拉回来需要6个月。你要怎么办？找到周鹏，让他承认，然后把这些承认放在所有人面前。陆远。现在该我让你尝尝信誉被摧毁的滋味。你的远航做得越大越脆弱，因为你的全部地基是品控。只要我让你的品控出现污点，客户就会怀疑，怀疑就够了。周鹏，你涉嫌商业欺诈、伪造身份、破坏跨国供应链秩序。你在这里没有合法居留身份。你的一切活动都是非法的。你怎么找到我的？老蔡知道你跑不掉，你把他当棋子。当他发现准备独自离开马西市的时候，他主动联系了调查科。
供出了这个地方。我一直在想你怎么赢，结果你赢在人心上。老蔡，第一次连你都没出卖我，第二次你还是出卖了。不是人心，是你从来就没考虑过别人的后路。你在码头的时候就这样，你表哥罗正红也这样。周鹏承认了所有指控，我们会正式发出调查报告，澄清远航供应链不存在系统性问题。洪江事件是一起孤立的商业欺诈案件。10年前，他还是码头上一个仓库管理员。如果他当时选择了正路，现在我身边最得力的物流主管就是他。调查结果出来了，协会取消了调查，客户在回流。东南边订单回升60%，南方55%，西报70%。陆远，远航活过来了。活过来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告诉所有人，远航的品控没有变。周鹏用了大半年才撬开一条缝，我们会用今天的报告把缝焊死，比之前更密。远航从来不是不栽跟斗，只是每一次栽完了，我们都比之前站得更稳。陆总，欢迎回来！谢谢各位，但在欢迎之前，先看这份报告。远航供应链不存在系统性问题。从今天起，所有海外供应商的资质审查从3年一次调整为每季度一次，每批货的抽检率从20%提升为35%。周鹏只撬开了一条缝，这条缝让我损失了海外市场半个月的订单，以后一条缝都不能有。直播破400万了，宇航不止活过来了，还比以前大了。周鹏会赔多少？2000万吧。回国之后，磊家罗正煌的案子，估计赔不起。罗正红关了门，周鹏也关了门，远航的门开着。国际尾货行业峰会，维诺国。全球排名前20的尾货企业都会到场，主办方邀请你做开幕演讲嘉宾。2天前他们还在传远航品控崩塌，今天就请我去开幕演讲。他们认为洪江事件不仅没有证明远航有问题，反而证明了远航是唯一一家在供应商混入仿品后2周内自检、报警、锁定犯罪者、发布完整调查报告的企业。那就去，顺便告诉全球尾货同行，品质不是检测出来的，是从第一件货入库前就长在眼睛里。Next, let us welcome Mr. Lu Yuan, founder and CEO of Yuanhong Clearance Group. Three years ago, I was in a warehouse at a dock, and I bought a crate of jewelry for $1.5 million. Back then, no one believed that a young man with no background and no connections could survive in the liquidation industry. 3 years from now, Yuanhong will still be here. Not because I'm smart, it's because from the first shipment to today, I haven't let a single item pass without my inspection. My method of inspection cannot be replicated. Yuanhong D-Control standards can. 陆先生远航的品控体系
解决了尾货行业20年来最大的痛点。消费者不相信尾货的品质，所以尾货只能卖低价。你证明了尾货可以卖高价，只要品质被信任。我们采纳远航的供应链透明化标准，每一件尾货从品牌方到仓库到消费者，全链条可追溯。这个标准以后就是南方市场的准入门槛。品控标准可以被复制，但人不能。远航愿意分享标准，因为标准能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好。但真正让远航活到今天的是这些人。年轻人尾货行业从20年前到今天一直被当成次品市场。你用了3年把这个定义重新写了。从今以后，尾货不等于廉价。你一个人改变了一个行业，不是我一个人，是一群没有被行业旧规矩困住的人。3年前，我在码头的仓库里打开 S-0017货箱，那个开箱的声音跟现在这声碰杯一模一样。行业标准通过了，明天到家，带了一份文件给你。你带回来的不是一份文件，是一个行业。远航从前是第1名，从明天起，远航是标准本身。我回来了。我以为维诺的峰会结束之后，你会直接开始规划明年。明年不急，今晚只想站在这儿看码头。你刚来码头那天是什么感觉？穷，身上只有150万，拍下了一箱别人不要的货。打开箱子那一瞬间，我的手心全是汗。陆总，大家都等你回来。3年前，我在这个码头上打开第1箱货。3年后，远航的货卖到了28个国家。我们做完了国内，做完了海外，做完了别人以为我们做不了的事。从今天起，远航没有下一个3年计划，只有下一个箱子、下一件货、下一个买家，跟3年前一样。如果重来一次，你还会用异能验货吗？会，但我会更早相信你，更早让老张入股，更早告诉沈芝兰我信他。异能只是帮我看到了货的真假，你们帮我看清了我自己是谁。从前我以为最好的生意是买到真货，现在我知道最好的生意是有人信你替他挑的每一件货。